来吧，新玩具魔方的磁带套装等了这么久，也是终于再版了。来看外包装，小小的盒子上面印着4个小兄弟，但是这一次里边并没有任何的纸品。我打开包装以后，连说明书、人物卡这些全部都没有，也就是直接这4个小家伙了。毕竟是为了配合声波发售的，相当于一个配件包吧。小小的探索车，这个变形也是最为简单的，小爪子回归这一块叠回来。根部这里折下来90度，记得有一个滑道往里缩一下，双关节再把前轮放回去。当然相对来说，因为变形比较简单嘛，所以这一片的磁带还原度也是最高的。小机器狗，身为一个猫科动物，起名叫做机器狗啊，也是之前我觉得起名时候的一个官方遗留问题吧。整体的形态来说，对于一个小比例的磁带部队来说，这么点的一个尺寸，能把机器狗大部分的体态特征做出来，并且腿部的外挂导弹这里也是一体变形的。而且这款机器狗的体态拿捏还不错，但是正面看起来就显得肩部了、四肢这些地方有一点点的宽。不过毕竟是这么点的一个尺寸，我们快速来变形。尾巴折叠收纳起来，腿部的导弹位置啊，我们往里折一下这个角，顺着这开口球腕撇开，然后2个关节折叠一下，就这么点的玩意儿啊，变形起来其实还挺不顺手的，因为太小了。双关节把这狗子叠吧过来，哎，这个前肢再折叠，好，团吧团吧，变成这样，不平，哎，把后肢这里旋转一圈，尽量的找平，哎，叠成这种双层的。那这个的磁带造型就对吧？毕竟是保了狗的形态，这就不像个磁带了。配件最多、活动性最好的轰隆隆。作为一个小人啊，可动的机构，你看还有脚部左右接地，甚至有左右的转腰。当然它是不能弯腰的，只能往后折叠。头部这里也是可以活动的，背后的小肩炮可以拔下来，手臂的打桩机摘掉，也可以把它当成枪握在手里边。身上的细节刻画以及身材比例都是非常不错的，就是这么点的一个小人，身高仅仅在4公分左右，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头领战士的大小了。但是它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，身材比例方面做的也都不错。变形的过程中，虽然这些配件需要插拔，但是也有它一体收纳的位置，炮管缩短，看看这个地方的有多细，哇！基本上在1毫米左右，但是我估计也就魔方敢做这么细的轴了，因为是尼龙件儿，随便拧吧，没啥问题。靠尼龙耍流氓，果然不是浪得虚名。2个尖头，咔咔放在这儿，小胳膊往下旋转，折叠成90度。2个脚丫子旋转180度，然后往外撇，最后把腰部折叠，再把腿部旋转到开口的球腕处，通过这个膝盖双关节进行回归收纳。这个时候小臂和小腿之间就有一个卡扣结合在一起。而这里多出来的空的位置呢，就可以把这个小枪，好，背炮小枪一体收纳。变完形这个磁带倒是也算方方正正，按脑袋我们应该变形一下，转一转。哎呀，这样的隐藏度就稍微好一点，相对来说这个的磁带也算是比机器狗强吧，起码有一个面是方的，而且能一体搭载这个小武器的配件，着实是不容易啊。当然变完了磁带以后也就2.5公分左右，毕竟还是要塞到声波的胸口里面去嘛。声波已经是个小比例了，所以它的磁带必须做到更小。这个极限的尺寸上，这人形的完成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。最后也是大家公认完成度最高的激光鸟，背后的这个背炮是可以一体变形收纳的，小翅膀这里可以来回的忽闪，鸟头可以上下的抬动。来，直接开始变形。首先把这2个翅膀往上旋转90度，后边的背炮通过双关节放平，
翻过来面，2个小爪子左右摊开，压平，翅膀尖儿往回窝，最后鸟头回归。这盘磁带的完整性也是蛮好的啊，已经仅次于这个小车车的完整性了，所以激光鸟公认的2形态兼顾最好，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那么这样，我们的4小盘磁带就变形完成了，放在手心里边也只有这么一点点啊，可想而知这个尺寸是多么的极限。靠着尼龙耍流氓，巫师一直在用这种自己研发的新材料特性啊，来制作一些本不应该属于这个级别的结构。包括这回的磁带部队，尤其其实轰隆隆会显得更加的明显，不管是迷乱还是轰隆隆吧。身上的这些轴啊，搁其他的材料肯定是驾驭不住的，好歹这个尼龙的特性韧性非常的强，所以把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激光鸟公认的2个形态做的最漂亮的一个小磁带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棒。机器狗嘛，就保了狗的形态，所以这个叠不起来的磁带其实有点不太像话，不过它的狗形态保证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估计很多玩家最后也是以动物的形态展示。剩下的这个就属于买3送1了，不过没有它呢，还总觉得缺点啥，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必须存在的。你把这些小弟拿出来展示以后，肚子里边放一盘这个更像样的磁带，对声波展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。这回必须是等等党的胜利。那么得嘞，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